我是养在深闺无人时的丞相千金。爹倒台后，阴差阳错给一纨绔做了外室。纨绔虽不大好相处，但是对我却极为大方，100两1匹的料子，成捆成捆的买，镶着各色宝石的头面，成箱成箱的搬。就在我打算认命，这辈子就顶着外室的身份过活的时候，我爹平反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据说我出生那日，乌云压顶，电闪雷鸣，京城下了10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。我这边刚咕咕坠地，府外就有一个云游道人叩门。贵府千金八字极轻，是早夭的命格。不过好在这大凶之中还有一丝的生机，老道我途经此处借地避雨，也算是有缘，今日就献上一计。若想破局，此女及笄之前最好养在深闺。我爹刚刚喜得千金，哪里听得了这话，只觉得对方是上门打秋风的骗子，连口茶都没让人喝，就将人给打了出去。后来每每提及此事，爹都捶胸顿足，老泪纵横。100岁里，爹娘在家中摆了几桌宴席，邀请的也都是较为亲近的亲朋。当天晚上我就发起了热，断断续续养了半个月。当时爹娘并没有将此事与那云游道人说的话联系在一起，只当是丫鬟嬷嬷照顾得不精细，吹了风。两人头一次养闺女，就算有个小病小灾，也只当是小女娃身子娇贵。直到我在抓周礼上当众晕了过去，两人者才开始意识到不对劲。据后来爹娘口述，原本我在里间的时候还被丫鬟跟乳娘逗得咯咯直笑，谁知道一到正厅就开始啼哭不止。好不容易被哄好放到桌上，还没等坐稳就倒了下去。得亏爹率先反应过来，嗷的一声扑过去接住了我，不然我定然脸着地。夜间，爹娘二人守在我床边复盘，有没有可能当初那老道说的是真的？娘这话一出，我爹立马吹胡子瞪眼，休要胡说，我儿生来就注定要被如珠如玉捧在手心，我的青罗定会一生顺遂，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没过多久，爹就被打了脸。那时爹娘爱女如命的名声已经人尽皆知，同僚邀我爹去吃酒，我爹不行不行，我闺女闻到酒味会不让我抱，手怕交请我娘去听戏。我娘改日，我家囡囡睡醒见不到我会哭闹。就连圣人都听说了二人的事迹，特意叮嘱我爹，中秋宫宴定要将我带进宫见一见。打从马车驶出府起，我就一反常态，蔫蔫蔫地缩在娘怀里。爹娘眉头皱了一路，两人原本合计跟圣人告个罪就带我回府，可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脚刚踏出马车，两眼一黑，栽了下去。这次爹没来得及扑，到底让我头先着了地。看着我额头上立时肿起的大包，爹娘心疼万分，当场泪洒宫门。有了教训，一向不信怪力乱神之说的阿爹不由得也信了几分。12岁那年，祖母60大寿，恰逢爹荣升太子少傅，上门恭贺的人数不胜数。府中下人一时没顾得上，叫几个随长辈来赴宴的小子钻进了我的院子，仅仅是打了个照面，就让我大病了一场。自那后，爹娘更是将那几句批言奉为圭臬，严防死守，确保再不让外人舞到我眼前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及笄之前，去掉那些能3岁看到老的能人异士，不算那些实在亲戚，刨除3代都是家生子的家仆，走在路上能认出我的人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也因着当年宫门口上演的那一出，旁人都说我之所以不轻易见人，是因为体弱。殊不知，我跟我娘比踢毽子就没有输过，早膳包子能造3个。在我被圈养的这些年，爹已经靠着自身的努力、全族的托举以及岳家的帮扶，成为了丞相。爹娘早就打好了算盘，只等我及笄，娘就带我去各种宴席上大放光彩。到时候众人一见活蹦乱跳的我，之前的传言自然不攻自破。但是他们忘了世事无常，这算盘打的终究是没有朝堂的风云变幻快。就在我及笄前夕，我的丞相爹倒台了，胆子倒是肥了，这种时候还敢走神。腰间突然加重的力道让我从往事中挣脱，一抬眼就看见谢宇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的求饶最终碾碎在一阵又一阵的吱呀声里，直到天将亮，方才放我逃脱。身心愉悦的谢宇倒是极为体贴，
帮我处理完，见被褥已经不能睡人，直接将人一卷，带我换了地方。迷迷糊糊中，头顶传来谢宇的声音：刚才走神在想什么？谢宇喜欢刨根问底，若是今日我不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这事儿就翻不了篇。想起了第一次见您的时候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手掌下方的胸口传来轻微震动，我下意识松了口气。是谢宇在笑，我运气可真是好，乞丐堆里都能捡到宝。若是真论起来，何该是我运气好才对。遇到谢宇是在我最狼狈的时候。流放的圣旨下得快，抄家的人来得更快，快到爹娘只来得及将我塞进暗室里。你外祖跟舅舅一家如今驻守艰难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但是好在爹曾对工部侍郎有恩，这些年明面上虽无什么来往，但是背地里书信却一直未断。这次他并没有被波及，你拿着爹的信物去寻他，他定会妥善安置你。从暗室出来时，叶氏一族早就上了路，就连外祖跟舅舅都因为帮爹求情遭了贬斥。好不容易找到爹说的工部侍郎家，我却连大门都没进去。我家大人说了，不送你去跟你爹娘团聚，已经算是报了当年的恩，识相点就有多远滚多远，莫要再上门。看门的小厮赶我如同赶苍蝇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等我从人走茶凉的滋味中回过神来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仅剩下的钱财都被顺走了。不到10日，我从世家顶层的丞相千金变成了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的罪臣之女。而我与谢宇之所以相遇，源自他跟旁人的一场赌局。输的一方要跟对方指定的人共度一夜，许是为了看谢宇出丑，对方让手下去街角的乞丐堆里抓人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眼前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谢宇，谢兰州，瑞王府的世子爷，圣上的亲侄子。那些年，即使我整日被养在府中，不在人前露面，也听说过他谢宇的名头。之前娘给我细数世家公子，还特意拿他做反面例子：8岁推人下水，12岁让人打断同窗的一条腿，15、16岁的时候就整天往青楼钻，吃喝嫖赌样样都会。那时娘还特意叮嘱我：青罗你记住，谢宇这人嚣张跋扈，乃是京城第一纨绔，碰见你就绕道走。若是曾经的丞相千金，定不会跟谢宇有交集。但是现在的叶青罗是谢宇的外室，谢宇难得等我一起用膳，他耐心实在不多，在我又一次走神的时候，将筷子重重拍在桌子上。吃个饭挑来挑去，怎么这粥里有沙子？我下意识一哆嗦，等回过神来，认错的话已经说出了口。我错了，这就吃，您别生气。我将脑袋埋在碗里，加快速度往嘴里扒米，生怕一抬头就看到一张黑脸。跟在谢宇身边这些年，我也算是摸清了几分他的性子，霸道又睚眦必报，但有时候又意外的好哄，脾气来得快，去的也快。只要我认错够快够诚恳，基本上都能逃过一劫，床榻上除外。直到一碗粥吃下去一半，身旁才传来一声轻叹：你有阵子没出门了吧？你好好吃饭，晚点我带你去玲珑阁，听说他们家新到了一批首饰。有一说一，在吃穿用度上，谢宇倒是从来没有短过我。我也不是没想过，就这样顶着外室的身份过下去。谢宇一向出手大方，就算是以后厌了倦了，看着这些年的情分上，也会让我衣食无忧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就在半月前，我爹平反了。当初太子失势后，任谁都以为最后荣登大宝的会是贵妃所生的三皇子，可架不住三皇子自己作死，仅差登门一脚，竟让被废的太子翻了身。新帝登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曾经的老师被流放的丞相，也就是我爹，官复原职召回了京。我自小受祖上荫庇，承爹娘爱护，万不能给他们抹黑。要是爹复了官，让人扒出来丞相千金给人做过外事，估计日后在外行走都直不起腰来。至于谢宇，其实当初娘对谢宇的评价还是不够全面，谢宇这人可远不止嚣张跋扈这4个字这么简单。那时我才跟了谢宇没多久，坊间传言他收了一个外室，那帮狐朋狗友闻风上了门。酒过半巡，整日跟谢宇混在一起的纨绔借着酒意开口：兰州，
我说最近几个月怎么总不见你出来，原来是美人儿在怀。就这长相，就是花魁来了也要自愧不如，什么时候让兄弟们也尝一尝。虽说早就知道他们这群人放荡，但是亲耳听到时还是觉得荒唐。我紧盯着谢宇，生怕他点头。眼见他从漫不经心到面无表情，然后在席上所有人的注视中，他一把将桌子掀翻。你也配？那晚人被谢宇打了个半死，没想到你这张脸还挺会勾人，不过敢觊觎我的人真是活到头了。谢宇说这话的时候捏着我的下巴，一双桃花眼微微上挑，语气随意。可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说那人连带着全家都在京中销声匿迹。那天谢宇发怒的样子，那拳拳见血的狠劲儿，也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，每每回想起都心惊胆战。也是因为如此，即使谢宇后面对我再好，我心底里仍是有些怕他的。不过若是放在1年以前，可能我还会担忧，要是落跑被谢宇抓到，他会一怒之下掐断我的脖子。但现在，玲珑阁终究是没去成，停在门口的马车还没套好，谢宇身边的小厮就来报，万花楼的花魁芳音姑娘出了事。世子爷，您能不能不去？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闻言谢宇似乎犹豫了一瞬，但是很快他甩开我，抓着他袖子的手。我先去万花楼看看，你等我回来，我有事与你说。他走得干脆，甚至来不及坐车，径自策马而去，留下我跟身边的丫鬟面面相觑。许是见我一直望着谢宇离开的方向，身边的小丫鬟宽慰我，您不要伤心，咱们世子爷最在意的还是您。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底气不足，别说是我了，估计就连他自己都不信。现如今谢宇来别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这次更甚，足足1个多月没露面。要说这万花楼的花魁芳音姑娘跟谢宇，也算是最近风月场上的一段佳话。自打1年前芳音姑娘挂牌起，就被谢宇包下，坊间更是有传言说谢宇即将要将人纳入府。谢宇身边的人来来回回，但是一个传讯就能将人叫走的。就目前为止，除了他爹，我也只见过芳音姑娘一个。看他刚才翻身上马那急切劲儿，傻子都知道谁才是他心尖上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本就已决定要走了。按照以往经验，谢宇每次被人叫走，没个3、5日是回不来的。夜深人静，我扛着2个大包袱，顺着墙根往后院摸。之前丫鬟们还以为我整日待在房中，是因为谢宇太久没来而伤了心，一个个都来劝我要想开，千万不要做傻事。殊不知，我是躲在被窝里整理谢宇这些年送我的东西。不得不说，谢宇不愧是风月场上的老手，送的东西就没有不合我心意的。就算是只捡着喜欢的拿，也足足收拾出了2个大包袱。本来我还在犯难怎么出院子，可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就在前几日，下了一场大雨，给后院的东墙浇塌了一半。天时地利加人和，我不跑都说不过去。我错了，老天爷没帮我。我刚把2个包袱顺着墙根丢出去，人还没跨上去呢，身后突然起了光亮。谢宇大半张脸都隐在灯笼的阴影里，让人看不清。但是他那阴恻恻的声音，在周围一片安静的映衬下，倒是格外清晰。叶青罗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说这一路怎么一个人都没碰到？之前我还以为是我运气好，合着都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叶青罗，我可真是小瞧了你。书房里，谢宇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儿里蹦出来。这些年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还用我，如今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要回去做你的千金小姐去了。他话中透露的信息让我心惊，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谢宇，我颤颤巍巍发问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回应我的是他的一记冷笑，是怎么发现你要跑？你这几天整日躲在房里不见人，但凡有眼睛的都知道有问题，更何况你都快把你那梳妆台给搬空了，真当我手底下的人士都没长脑子呢？谁问你这个了？我暗暗垂眸，不跟他对视。但是谢宇似乎猜出了我心中所想，略微一顿，原来是想问我知不知道你不是什么孤女，而是丞相的千金。我的默认换来又一声冷哼，你也太小瞧我了。
我既然敢把你放在身边，自然已经查清楚你的底细。不用抬头我也知道，谢宇现在定是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他在等我开口。之前谢宇将我从墙上薅下来，将我的双手反捆的时候，一点也没有怜香惜玉。我已经能感受到从手腕上传来的酸胀。我轻轻转了转手腕，谢宇，放我走吧。谢宇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。为什么？这还有什么为什么？谢宇，我叶家不可能有一个给人当外室的女儿。谢宇的质问接踵而至。叶青罗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？是挺好的，月钱给的多不说，光是丫鬟就给我配了4个。我爹1年俸禄都买不了1匹的料子，谢宇让人成捆成捆的往我屋里送。我的头面首饰更是可以连着1个月都不重样。我虽是一个外室，日子过得比我之前当丞相千金的时候还奢华。说实话，这些年我也不是没有对谢宇动心过。在我生病时，他不眠不休守在我身边3天的时候，在他将我抱在怀中共同执笔作画的时候，在他用皇祖赏的弓去换2张白狐皮子，只为给我做一件大氅的时候，他拉我出泥潭，给我安身之所，除了在床上梦浪了些，大多时候会迁就我的脾气，若是心情好，更会放下身段哄我。我原以为他将我放在心上，但是有了对比才知道，至少他谢宇从来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立马丢下旁人回来找我。谢宇，如果你说的是吃穿用度上的好，那确实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原先在家的时候过得也不比现在差多少。如果不是我家遭了难，我怎么会给你当外室，任你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叶青罗，你别忘了，当初可是你主动的。这话也不错。当年他们都说谢宇来者不拒，连乞丐都下得去手，谢宇也不解释。但是实际上，我只是在外间的软榻上凑合了一宿。真正跟谢宇变得亲密，大概是被谢宇带回的3个月左右。他吃多了酒，被小厮就近送到了别院休息，我趁机爬了他的床。那时的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，继续需要一棵大树依靠。我想着，要是成了谢宇的人，看在那些情分上，他总是要护我1、2。可我主动不错，但是你敢说没有收益？我也是被爹娘捧在手心如珠如宝长大，我也有自己的小脾气。这几年因为身份，一直在谢宇面前做低服小。既然现今话都说开了，也没必要再委曲求全。像你这种纨绔，曾经连我家的大门都进不去。谢宇似是被我的尖锐模样吓到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连说了3个好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竟是这般看我，亏得我。得，强人所难也没意思，既然你要走，那就走吧。只有一样，出了这门，你可就不要后悔。鬼才会后悔。我放着好好的丞相千金不当，脑子被门挤了，才会留下来当个即将失宠的外室。时隔3年多再相聚，我跟爹娘3人抱头痛哭。之前一直没有打探到我儿的消息，爹还以为你已经遭遇了不测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乖乖受苦了啊。跟爹娘分别这些年，有朝一日再相逢的场景我已经设想了无数遍，要说的话几乎是脱口而出。爹，都说你算无一策，堪比诸葛在世，就连娘都说您的心眼子比那钱串子的脚还多。但是这次您可真是看走眼了啊。娘，你知道吗？爹所托非人啊，信物收了，人没留下啊。爹娘哭得更惨了。乖囡囡，快跟爹娘说说，你这些年到底过得如何？我深知2人在为当年没有妥善安置我而后悔。此时若是跟他们说，这几年我去给他们曾经不耻的纨绔当了外室，无疑又给2人心上插几把刀子。看着眼前这2张关切的脸，还有2人后脑一眼可见的花白，再多的话都咽回了肚子里。最终只诺诺一句：爹娘，我过嫁人了。对方姓甚名谁，家在何处？家中几口人？不对，等等，嫁过人是什么意思？娘不愧是娘，她很快抓到了重点。她死了？没死，倒还不如死了。爹娘，咱们好不容易团聚，那些就是不提也罢。好在见我不愿开口，2人也体贴的不再深究。没事，没事，以你当时的情况，定然没有跟对方签订婚书。既如此，
那之前的婚事就不算数。我朝也不是没有二嫁的例子，等以后爹娘定然帮你想看个良人。我儿命苦，要不是你爹出了事，如今定然婚事顺遂美满。以我儿的家世，就是当今圣上，也是配得的。放心，爹一定会再给你相看一个好人家。说到这儿，爹娘又哭了。娘似乎是想要把这些年落下的交际全都补回来。最夸张的时候，7天带我赴了5场宴，偏偏还振振有词，让我想推脱都不好意思。你爹跟我离京这么多年，对于京中形势早已生疏，不多赴宴，如何拉近关系？之前因着那几句批言，你从不献于人前，如今爹娘回来了，势必要让这全京城都知道我叶家的女儿有多优秀。之前你一直被养在家中，如今刚好借着机会多交几个同龄的朋友。殊不知我实在是有苦难言。谢宇最近好像转了性子，明明以前最不耐烦参加这种宴席，现在却是逢邀必到。偶尔视线不经意对视，看着他那双阴沉的眼睛，总觉得如鲠在喉。视而不见也不行，总觉得角落里坐了一尊瘟神，让人如芒在背。我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殊不知我的坐立不安早就落入了有心人的眼里。湖边凉亭，我与几个世家千金围坐一团。这阵子我算是发现了，只要是谢宇出席，这帮人的话题必定离不开他。今天是谢宇在赌坊一夜输掉一座温泉庄子，明天是他谢宇调戏了哪个良家妇女，后天是他为了花魁一掷千金。不过这次，我总觉得有人故意将话题往我身上引。青罗，你觉得那谢兰舟是个怎样的人？青罗，你以前极少出来社交，怕是还不清楚那谢世子的丰功伟绩。这位啊，可真是个混不吝的主。几轮下来，就连旁人也发现了不对。淑华姐姐，你怎么总是提叶家姐姐啊？这句话直接将众人的目光都引到了中书令家的千金薛淑华的身上。听到自己被点名，薛淑华莞尔一笑，一脸无辜。青罗刚刚进入咱们这个圈子，我只是想让他更快地融入而已。青罗，你觉得呢？语气似是而非。还没等我想明白他今天这一出是何用意，他那边又假装不经意开了口。青罗，你头上的这根芙蓉花簪子是玲珑阁的吧？都说叶丞相爱女如命，果然不假。不瞒你说，这根簪子我当初也看上了，可是玲珑阁的人说是私人定制，光是定金就要800两。凉亭里又恢复了融洽的气氛，但是我的背后却起了冷汗，再也轻松不起来。原因无他，这根簪子是我从谢宇的别院带回来的。因那夜在别院的书房里跟谢宇彻底撕破了脸，我点灯耗蜡好几天收拾好的2个大包袱也全都留在了那里。贴身伺候了3年的丫鬟怕我初回丞相府，一时半会儿来不及置办合适的衣裙，离开前临时给我包了几件衣裳。回家之后才发现那衣服里面还夹着一根簪子，几朵芙蓉花拥簇在一次，每朵花心用的都是小米珠，流苏下方缀着几颗玛瑙。因为实在是太过于精致，一时不舍得丢，便放在了梳妆台的底层。早上起得迟，稀里糊涂上了车，才发现被梳妆的丫鬟插在了头上。这薛淑华总是将我跟谢宇的名字放在一起，又特意提到了这根簪子，难不成他是知道了我跟谢宇的关系？细思极恐。所以当薛淑华邀我去别处逛逛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拒绝。薛淑华开门见山，只一句话就让我如坠冰窟。叶青罗，真当你跟那谢兰舟之间的眉眼官司没人发现？你说若是让人知道你堂堂丞相千金竟然给京城第1纨绔谢宇当过外室，会怎么样？之前我还纳闷，他爹中书令薛大人跟我爹并不是敌对关系，而我与他更是拢共没见过几面，为何他会对我有如此深的敌意？如今也算是解了惑。你自甘下贱，给人做了外室，如今却还能当高高在上的丞相千金，而我表哥只不过是酒后说了几句胡话，不仅被谢宇打残，还连带着全家都被赶出京城。记忆被调动，几乎立时我就想起薛淑华口中的表哥是何人。你想要如何？我想要如何？薛淑华咬着牙重复，我要你从此每日担惊受怕，我要你匍匐在我脚下，对我俯首称臣。
只要你还在这京城一日，就不要想过安生日子。思绪似乎随着薛淑华的离去，也逐渐飘远，直到身后响起过去3年时常萦绕在我耳边的声音，才回神。之前跟我放狠话的时候，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就会窝里横？是从身后不远处假山里走出来的谢宇，随着他一步步靠近，身体似乎也开始回暖，再出声已然带着哭腔：谢宇，怎么办？谢宇盯着薛淑华的背影，久久没有动弹。别怕，一切有我呢。直到对方至转角再也看不见，他方才转头。多带点事儿，哭什么？听他提醒我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。我就不该相信谢宇所谓的交给他，他有办法。他一个纨绔，除了以暴制暴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也怪我被猪油蒙了心。看他离开时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竟然还真对他抱有期待，希望他能妥善解决。他倒好，直接一脚将人踹湖里去了。还没到地方，隔老远就听到吵闹一片。等一脚迈入，眼前的一切更是令人啧舌。薛淑华浑身湿透，裹着披风靠在薛夫人的怀中。偌大的正厅，此时人满为患，唯有薛淑华对面的谢宇周围空出了一圈。我的出现让薛淑华眼中的怒意更盛，她指着我，一脸的狰狞。就是这对狗男女，叶青罗头上那根芙蓉簪子就是证据。我亲耳听到玲珑阁的管事的说，那是谢宇特意给他的外室定制的簪子。众人随着他的指认，目光在我跟谢宇身上来回游移，而我此时只觉得耳边一阵轰鸣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一时之间，周围安静的过分，直到谢宇略微有些无赖的声音响起：薛大人的家教真是令人堪忧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却满口的污言秽语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小野我虽不是什么君子，但也知道要送礼物讨心上人欢心。我谢宇心仪叶青罗已久，反倒是叶家小姐一直在拒绝我。但是像我这种纨绔，就喜欢强买强卖，若是唾手可得，那我还真就不稀罕了。今天我话也放在这里，我定会迎娶叶家小姐进门，等到那天，请在座各位都喝一杯喜酒。我不同意。刚下了朝的爹德闻此事，转着圈咆哮：他谢宇算什么东西，竟然还敢肖想我的女儿？我不同意。与爹的狂怒相比，娘倒是镇定很多，毕竟事发之时她也在场。回家的路上，更是从我嘴里知道了前因后果。我反倒觉得，如此看来，谢兰州那孩子倒是个有担当的，最起码在这件事中，他保护了青罗。你现在出门随便抓一个人问问，都说他谢兰州轻狂嚣张跋扈，就没有一个说咱们青罗的。如今事情已经传开，就算以后青罗想要再嫁，恐也艰难。这满京城谁人不知瑞王府的世子是个不讲道理的，若是惹到了他，家无宁日。爹的声调降了几分。之前青罗不就一直说要西前尽孝吗？这不是正好？与其嫁给那么一个纨绔，我宁愿青罗一辈子都待在家里。青罗胡闹，你也跟着胡闹。娘一口茶叶沫吐到爹身上。近年你我2人的身子愈发不好，等咱们归了西，青罗又该怎么办？我知你看不上那谢宇，但是如今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？不妨先考察考察他。母女连心，我知道，娘这话同样也是说给我听的。再见谢宇，已是半月后。他被瑞王爷动了家法，这事果然不假。翻墙进来的时候还瘸着腿，一时相顾无言，最终还是谢宇打破了尴尬。咱就说你去打听打听，哪个外室的日子过得像你那样的。为了养你，小爷都快要把瑞王府的库房给倒腾空了。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划清界限，看在我为你挨了打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解释清楚？谢宇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从出现到离开，拢共也就不过一盏茶的功夫。但是交代的事情倒是真不少。万花楼花魁不过是方音表面上的身份，他实际上是听命于一个大人物。不过具体是谁，谢宇不能告诉我。关于薛淑华为何要针对我这件事，他也探听清楚了。之前被谢宇打得半死的那个纨绔，是薛淑华的远房表哥，家里有几分资产，
再加上长得不错，平日里竟哄骗小姑娘，更是勾得薛淑华与他珠胎暗结。后来他被谢宇赶回了原籍，薛淑华闻得此事，一时气急滑了胎，这才恨上我二人。你放心，他薛淑华敢欺负你，我定不让他好过。薛淑华滑胎一事，其父原先并不知情，但是如今谢宇这人睚眦必报，不能闹得满城皆知，就连薛大人都被弹劾治家不严。薛大人一气之下，送薛淑华与他表哥团聚去了，其父更是被弹劾治家不严。叶青罗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那日我被你的无情无义给气到，前脚你刚走，我就后悔了。我不求你立马就原谅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。向来目中无人的纨绔，坐在墙头上最后一次回头，眼里竟然满眼的委屈，看得人心头一软。谢宇，若是你能求得我爹同意，我就嫁你。我说的声音不大，但是我想他应当是听见了，毕竟从墙外传来了开心的呜呼声。后记：爹松口，已是3年后。娘跟我吐槽，你爹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不过你也别埋怨你爹，他也是舍不得你。我懂的，都懂的。当初我跟爹娘分离3年，如今爹只不过是想要将那3年缺失的宠爱给填补回来。我是爹的心头宝，他又怎会真的为难我的心上人？他前脚被谢宇气得跳脚，后脚就自己躲在书房里偷笑。谢宇下聘的那天，整个京城都轰动了。第1台嫁妆已经放在了我的院中，最后1台还没有从瑞王府出来。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爹都忍不住感叹：谢兰州，你怕不是将瑞王府都搬空了吧？谢宇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缠着红布的箱子，嘿嘿一笑：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您放心，我家那糟老头子有钱得很。庶子慎言。爹熟练的抄起家伙，谢宇熟练的满地乱窜，期间还不忘让路过的丫鬟给我带一张字条。自翻墙来找我那天起，谢宇每天都托人给我带一张字条，从未间断。叶青罗原谅谢宇了吗？叶青罗还生气吗？叶青罗，送你的簪子喜欢吗？叶青罗今天有没有想谢宇？叶青罗，你爹终于松口了。叶青罗终于要嫁给谢宇了。谢宇番外篇。得知叶家全族被流放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万花楼与人吃酒。要我说，那叶丞相也是糊涂，放着三皇子的高枝不攀，非得假装清高，扶持那废物太子。如今将叶家100年基业都葬送了，以后到了地底下，怕是会被祖宗吊着打。听闻叶丞相爱女如命，那些世家的宴席我们不够格去。兰州，你也曾见过那叶家小姐，是不是真像传闻中的那样，一步3磕？酒杯遮住了我的不屑。一群上不了台面的纨绔，屁大的本事没有，却总喜欢议论时事，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。那三皇子阴险狡诈又刚愎自用，要不是母族强势，谁会与这样的人为伍？不过有一点，这些人倒是没说错。那叶家女自小体弱，岭南路途遥远，也不知道她那小身板能不能扛得住。叶青罗还以为自己瞒得很好，还什么投奔亲戚的孤女，真是笑掉人大牙。打从她被洗干净送到我面前的第1眼，小爷我就认出来了。没办法，当年被他爹拎着扫帚满园子追的记忆太深刻。长这么大，小爷那么狼狈，还真没几次。他的模样跟小时候相比，倒是没怎么变。不过就那张脸，满京城都找不出第2张来，让人想忘都忘不掉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他想装，那小爷我陪着演就是了。那叶老头虽说老奸巨猾，但是当年也拉过瑞王府一把。圣上猜忌心重，要不是他说和，瑞王府早就不复存在了。我如今收留他的女儿，就当是替端王府报恩了。流言不可信，是谁说叶家女身子骨不好的？我就没见过比她还能吃的千金小姐。养外室真费钱。不行，明天回去刮一刮糟老头的库房，毕竟小爷我这也算是在替他报恩。滚被窝了，他主动的。他哭什么？难不成发现我是个雏，想我活报？又被糟老头子抓来赴春宴。这帮世家弟子整日无病呻吟，就那破景1年赏个800遍，还没看够呢。真不如回去斗叶青罗。还有那些官宦千金，也是没意思透了。
不过1个100两的破簪子，镶的宝石都没我指甲盖大。瞧他们一个个都羡慕成什么样了，小家子气。要是知道我给叶青罗买的簪子就没有低于300两的，不得帕子都给扯碎喽。不过我的人自然什么都要最好的。叶青罗，嘿嘿，叶青罗，神老子的，偷跟太子勾结被糟老头子发现了。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自小就告诉你端王府跟别家不一样，要明哲保身，这些你都忘了。让你瞎掺和，让你瞎掺和，我让你瞎掺和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糟老头子，你懂个屁！我那是帮太子吗？我那是帮我未来的岳丈，跟我玩划清界限那一套是吧？行，叶青罗，你别后悔。他带了我偷偷塞他包袱里簪子，这是后悔了。算了，小爷认输。我就是见不得他哭，不就是嫌我是个纨绔，整日无所事事吗？也改就是了。科举这条路子就算了，纵使小爷我天纵奇才，但是也比不过那些寒窗苦读10几年的。不过我也算是从龙有功了，还帮他背了方一那口锅，舔着脸求新帝给我一个官职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叶青罗，你等着我。叶家把我打出来了，就连糟老头子也劝我放手。你也不想想你那名声，别说丞相千金，就是寻常的勋贵，但凡是个心疼女儿的好人家，哪个会将女儿嫁给你？那叶家的嫡女也是你能肖想的。放他娘的臭狗屁！小爷如今这样，还不是因为你受先帝猜忌？分明看一遍就懂的文章，要假装不懂，不能越过太子去。母妃留给我的9连环，就因为三皇子多看了一眼，就要拱手让人，就连打个马球都要假装坠马。别的都算了，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小爷我大度，不计较，唯有叶青罗，我死都不会放手。这老叶头也真是的，这都多久了，怎么还是看我不顺眼？不过是跟同僚一起吃个酒，谁能想到那帮子大老粗还叫上花娘了呢？年纪大了，眼神也不好，没看我屁股已经离凳，准备要走了吗？还告黑状？我让你告，我让你告！明天我就把光是定金就花了3000两，特意从江南找大师给你雕的那副玉器盘，给丢喽！叶青罗，无期青罗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